欢迎持续锁定新闻大白话，我是黄韵晨。首先来为您介绍这一节国际话题的来宾，第一位是国际政治专家赖岳谦。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还有政大国关中心兼任研究员严正生。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以及前海军舰长吕礼师。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 ，G7 结束了，现在好多人都去点评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表现呢。来看到了，这个是日本内阁广报官发布的这个高市早苗啊，他说他跟这个法国啊，还有加拿大领导人热聊，但是呢，这个照片引发了质疑啊。我们看一下画面哦，就是呢说看到了这个影片呐，你看到了吗？真的有叫做热聊吗？感觉啊，在热聊的就只有马克宏跟卡尼啊，那高市在干嘛呢？好像在旁边做出假笑迷一样的动作。好，所以高市，你真的有跟大家聊得很开心吗？好，那另外来看到了，网友也去比较了高市早苗跟南韩首相李在明，南韩总统李在明的这个表现啦，哈，说呢他们两个啊其实都不会英文嘛，那都参加了 G7 峰会，但是啊，前者呢就是高市，他用这个假装表演来假装自己是主角，那么后者呢，则是带着翻译尽力的跟其他领导人沟通。更何况呢，在川普啊也是跟这两位领导人见面了，但是他跟高市只聊了5分钟，跟李在明呢是有场边会议谈了90分钟的啦哈。但而且现在日本的网友也开始热议了，说啊，其实，在 G7 峰会期间呢，高市竟然是跟川普发生了争执哈，这个是这个日本网友的说法啦，说什么？说法国有一家大报资深记者透露说 ，G7 的这个首日宴会期间，高市跟川普发生争执，还是其他领导人出面调停才平息的。那争执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高市之前说了什么台湾有事的言论，让他觉得很恼火啦。所以网友推测啊，说这个争执可能不是争执，有可能只是这个川普单方面的去骂高市就是因为台湾有事以及他对中国的态度，让他觉得相当的火恼。好，那中方呢也去回应了这个 G7 的事情啦，就说啊，高市啊真的是对反华的态度，太明显了。大陆外交部发言人说了，说近年来啊，日本习惯7国集团等场合去拼凑反华的小圈圈。那这次日本领导人在 G7 的会议上呢，涉华态度也是格外的扎眼反映出了日方拉帮结派、挑动对抗者的叵测用意，不得人心，注定失败。但是中国大陆都这样子呛瞎了，日本还是继续甚至呢还认定了中国产的不锈钢板呢构成了倾销。这个是19号的公布最新的公布说呢，他觉得啊，这个中国进口的镍基合金不锈钢板涉及了倾销行为，对国内的产业造成损害，所以日方呢今后要研拟啊，是否要去课征反倾销税。好。这个日本呢，还是持续的对抗中国啊，态度也是很硬。但是呢，来看到西方各国的态度呢，都已经转变了呀。英国的驻陆大使魏磊，他17日的时候呢，来到了中共中联部副部长的陪同之下去陕西参访，而且他这个期间呢，还去这个走访了习近平年轻时下乡的梁家河村甚至呢，还去了一些什么杨家岭革命旧址啊、延安革命纪念馆啊、中国延安干部学院，还进行座谈交流。要知道这个地方其实是非常的偏远的在这个陕西但是习近平曾经在这里待了7年，所以呢，就有人分析啦，他是首位到访梁家河的西方大使去梁家河其实是很难前往的，所以他可以说是怎么样？想要打习近平牌吗？要做好英国跟中国通的关系吗？想要调整中英关系吗？那不仅仅是英国啦，来看到其他的国家，像是这个加拿大呢，中国商务部也说了，要跟这个加拿大来通过坦诚对话拉长合作清单啊。这个是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在北京的时候会见了加拿大的工业部长，还有工商界代表双方呢就中加关系啊，还有这个交流企业啊。在华发展，还有彼此重点经贸关注来进行深入的交流。好，那还有哪些国家常常的在来中国讨论就不用多说啦，像是马克宏也是嘛，甚至 G7 前还特别邀请中国来视讯啊。那德国也是啊，要重启电动车补助啊，这也会惠及到
中国品牌了哦，所以就很多的国家现在都想要跟中国打交道，就连法媒也说了，说现在北京想要打造成什么，自己是新华盛顿北京在疫情的时候是孤立的状态，到现在已经是国际政治中心了哦，西方的政要接连到访，联合国官员呢也肯定中国大陆的这个全球倡议哦。习近平正试图的把北京打造成新华盛顿。那评论也指出北京几乎周周都有外国政要到访北京人民大会堂外悬挂的国旗是频繁的更换也成为了北京现在真的是外交非常热络的一个缩影。所以全世界都抢着要跟中国来合作，是不是真的就只剩下日本在反华呢？我们请到赖教授。其实日本高市早苗去出席一个 G7 这样的一个会议因为这是每一年都会开的会议，只是说主办国不同，所以在不同的地方开会。其实他只要他的这个官方的媒体如实的报道，我想这些都不会引起很大的关注但是问题就在于他们太想要这个对日本他们其实是不是对外，是出口转内销也就是要对日本来讲述说他们的高市早苗多么的会搞外交，多么的受国际的欢迎，多么的在 G7 里面这个长袖善舞，呼风唤雨，所以整个 G7 的这些国家都环绕的这个高市早苗在走，所以他就开始膨胀的、夸张的夸饰了。例如说，他说他跟川普讲话然后洋洋洒洒的讲了台湾的问题，讲了稀土的问题，讲了中国的问题，讲了贸易的问题，讲了关税的问题，讲了中美的问题，讲了日美的问题，讲了一堆。但是问题就是大家发现说，你们讲这么多，大概花多少时间？如果依照你们官方所公布的，那至少也应该谈1个小时以上，甚至到2个小时才有可能谈完嘛。结果大家发现5分钟怎么可能谈那么多呢？上次你已经过度膨胀了，因为上次一个在飞机上，他当时高市早苗也在搞这个移花接木。他说，川普离开中国的第一时间，马上打电话给他，第一时间马上打电话给他。结果美国一看不是这样所以美国自己白宫公布了，说是日本时间晚上7点半通上电话，而当时川普是下午2点半到3点半之间离开北京的，那所以等于是隔了4、5个小时以后才跟他通上电话，而且讲电话才讲了10几分钟。大家一算，10几分钟，如果扣掉彼此之间的翻译，那么再加上你能讲话的时间，每一个人不会超过8分钟。那既然不会超过8分钟，怎么可能洋洋洒洒的？然后川普跟你介绍他来访中的时候3天所有的行程，大家都知道你在说谎。结果这次又去了以后，5分钟能谈这么多，大家更知道你又在说谎。然后因此这个事情就被凸显了嘛，大家都开始关注了你所谓的很会外交，然后大家都开始注意你了。注意你了以后，发现他们在 G7 的这个首脑峰会的时候，发现6个国家的领导人都彼此之间都在1对1的会谈，或是3方会谈，都在那边场边都聊起来了，在等待开会的时候，结果高市早苗一个孤零零的一个人就坐在那边，没有人跟他搭讪，也没有人跟他这个聊，然后就看到他无聊到最后的时候在那边转椅子。蛮可爱的对，您觉得很可爱，可是很多人就觉得说他可能要不就是要这个去除他的焦躁要不就是要去除他的尴尬，要不就是因为他实在是太无聊了，所以只好滑来缓冲自己的一些情绪那也就是说，他事实上是被孤立的，他事实上是没有人要跟他搭理，结果到最后一天要开始大合照了。哇，你看这个日本的官方怎么办呢？因为都一直被骂，从第1天被骂到第3天，那怎么办？再做一个假新闻，说哇，他跟法国、加拿大等领袖谈得很愉快，人家马上去看你们谈了什么，一看不对没有人理你那是因为法国的总统跟这个加拿大的总理2个人在那边聊起来了，根本没有人搭理你，那就代表什么？代表大家对于高市早苗叫做敬鬼神而远之。为什么会敬鬼神而远之？第一个，他用以前蹭的那套方法，
在 G7 领袖里面那一套方法不管用，真的是不管用，这是第一个。他过去好像对于智利的总统好像可以这样用一下，对于这个印尼的总统可以用一下，但是问题就在对 G7 的其他6个国家，他的那一套一点用处都没有。这第一个。那第二个呢，就是大家都知道你每天在讲中国坏，可是我们才刚到大陆去访问，而且我们的关系正在缓和，而且正在好转，你却要我们跟你一起去抗中，而你连美国人都不敢说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结果你日本竟然要为台独打仗，大家又知道你不是这个咖，你也没这个能耐，然后所以你在演假的，你要把我们拖下水，对不起，没有人要跟你一起玩，所以他就变成一个人在那边孤零零满场走，然后想办法要拉人，然后来去套他2句话，然后赶快登出来，结果事与愿违，一句话都没有，因为每个国家的领袖都清清楚楚你要玩什么把戏，这个就是高市早苗。我觉得何必把自己弄得像小丑一样？就是日本太反华了，反华到现在自己没朋友了吗？我们来请教严正声教授。我想第一个，你拿他去跟李在明比啊，我都觉得法国总统马克宏啊，你为什么？因为你可以决定邀请的贵宾啊，哪个国家啊？我们看到印度的总理莫迪也去了。然后韩国的总统，他们不是 G7 的，但他们有被邀请参加。你邀请李在明，其实就是对高市有一点点不敬啊，因为这2个国家的竞争性很强啊。结果你邀了李在明，那我觉得这个高市大概不是很开心的，因为他要独享日本是亚洲啊，这个特别是啊东方唯一可以参加 G7 的，就竟然你邀了这个李在明，那李在明也愿意今天翻译去跟人家去互动。那高市真的我在猜英文可能不是很好啊，所以没办法跟他们互动。那可是我们看那个相片里头，他旁边站的是谁？站的是非洲肯亚的总统 William Ruto。我们知道啊，日本跟非洲有长期合作援助的关系，从1993年开始就有一个这个联合国的发展计划，叫做日本叫东京非洲发展这个会议。那这个会议过去就是一直在东京举行，结果大概日本觉得说跟大陆竞争不够啊，所以要改它，本来是每5年，它就改成像大陆的这个中国非洲论坛一样啊，就变成3年，然后又学了大陆说，1年在北京，1年在非洲，他也他第一个非洲国家就是肯亚2015年，那你就应该跟肯亚去叙叙旧啊，说我们这个关系你看看有多好啊！日本在非洲也做了很多的援助，结果没有站在旁边啊，也不要那个英文真的不好，没办法讲话，我觉得真的是很尴尬。但是我自己认为最近也看到高市，其实他身体状况也不是很好，抖得蛮厉害嘛所以他可能又要维持他的这个体态姿态要保持很好，那所以就没办法兼顾太多的事情。但无论如何，他今天参加这个 G7， 感觉上就是你好像是被 left out 就被孤立了。那我觉得这个日本可能会去想一想，因为 G7 是一个西方国家觉得终于可以不像在 G20 或者在我们讲 APEC 好了，美国或者在 ASEAN 的东协的一些会议，终于没有中国了。他们可以自己在里头嗨一下，结果当然，可是他们也面临到现实，就是说中国不在，可是中国的这个感受，大家都还是在那里所以日本你再继续玩这个东西下去，我认为是会受到很大的挑战的。那另外我们来看到了，川普竟然是在 G7 去训斥高市吗？可是不是在记者提问的时候，川普才说，高市是他的头号川粉，而且还说。高市带领日本带领得很好吗？那为什么会传出他在那边去骂高市呢？我们请教小舰长。其实我们讲到网红那个修理这些粉丝不是没有的，那而且呢，你一直在烦我那而且烦的事情正是与这个川普他的一个定位正好相左的。我们来看这个川普连这个跟
伊朗签订这个和平协议的 MOU 的时候，他都要感谢中国大陆了。那如果这时候，其实我们目前从这个外交场域看来是没有中国的角色。那事实上，在那个其他方面有没有我们不知道。可是川普不断的在提，最起码不看天色进门也要看脸色吧。那一般来讲，我们看到这个高市早苗以前他都是非常会看脸色的，所以大家有讲他是类似这个妈妈桑的外交啊。那这也是大家怕他的原因。为什么？因为但他几乎都结婚了嘛，你一上来就是一个熊抱，我回去要怎么交代啊？而且熊抱那也要抱漂亮一点的啊，对不对？那结果没想到却变成这个样子啊。那至于说中国大陆啊，其实我们来想一想啊，截至6月8号以及6月9号。那个习近平主席才刚刚到了这个北韩访问，那这个是他今年的第一次出国。那他为什么第一次出国？因为大家都来啊，大家都来中国大陆，不用你出国，大家都来看你啊。那来看你这个部分啊，也就是说还等不及你你到这些国家来，我就先来拜访你了。那这里面呢，除了去年12月的法国总统马克宏之外啊，另外我们看到1月份有爱尔兰总理、加拿大总理、芬兰总理、英国首相、乌拉圭总统，2月有那个德国的总理。那接下来那人真多啊，那我们就不用再继续念。那其实还有关于这个川普啊，还有这个普丁啊，那还有武器级。那所以我们这样子看也就是我们现在几乎已经看到了，以前我们历史所读的，也就是万国来朝啊。那现在讲这个万国来朝，其实好像跟那个来朝见，跟现在的外交的这一个礼仪有所不同啊。但是如果花若自开啊，花若盛开，蝴蝶自来。那也就是说呢，大家都看上了什么？中国大陆的发展。那而且到中国大陆去跟习近平见面之后呢，通常都可以突破一些外交困境。那这个也就是我们看到各国的领袖为什么想要去这一个中国大陆拜访的最主要的原因啊。那刚刚其实赖老师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啊，那大家一定要从这个话里面来捕捉一些讯息。那也就是他说这个大家对于高市早苗都是敬鬼神而远之啊，他一定不是神。那他到底是什么呢？我相信各位观众朋友自有公评。好，所以现在中国大陆真的是得罪不起啦，因为它的市场真的很大啊，大家都想要跟它有一些合作啊。除了市场大之外，它现在的军事实力也是越来越强了。要看到现在呢，解放军又在秀肌肉了，而且他还说我真的是敢开火的哦。这个是陆媒发布了影片称什么中国海军054A 型导弹护卫舰红河号早前呢，在中国海域门口遭到了外舰挑衅，那么外舰就像开车一样逼近，局面紧张，所以该舰边航行边动员，之后紧急装弹中方的舰员手指就顶在发射舰上，随时都可以来开火，所以就是说，你西方的势力小心一点啊，我是真的敢跟你打下去的哦。好，另外来看到了它的福建舰也是一样非常的厉害啊，它的电磁弹射的核心部件动子的运作影片也是曝光了。来看到这个是央视发布的电磁弹射测试画面，在距离并不长的弹射跑道上面呢，电磁弹射的核心部件动子完成了高速爆发和瞬间减速为零，弹射战机只需要2秒钟看来这个福建舰真的是非常厉害，这是编队已经不远了吗？好，除了这个福建舰之外呢，中国大陆是不是又有新型的核潜呢？核潜舰呢？因为这个之前呢，有外国的社群媒体公开了一个卫星照片显示在这个中国江南造船厂呢，出现了一艘呢，这个尾壳极为低矮、体型显著增长的一个新潜舰。这个位置呢，其实就是之前福建舰它进行岸气试车时所停用的这个泊位。
那有分析指出啦，这个舰艇是采用跟095型攻击核潜舰相同的 X 型尾舵，很可能呢也配备了无轴这个拓喷推进剂，出现在美国核潜舰面前呢，会是一片充满危险的一个未知静默。好，所以面对这个中国大陆的军事实力啊，美国在干嘛？竟然是在乌俄战争邀起功来了。好，明明就是乌俄战争都已经持续超过4年了，那乌克兰是在18日啊，又出动了近1000架无人机去袭击俄罗斯全国。哦，那200架无人机呢是奔袭首都莫斯科，这个是2年来的最大规模的攻击。好，但是呢，美国的副防长怎么说呢？他说啊，美国啊会支持乌克兰的责任转交给欧洲，这个政策进展良好。哦，北约成员国持续对乌克兰提供支持，对于维持乌克兰对抗俄罗斯的战斗是至关重要的。好，那美国的海军陆战队 F-35B 呢，也首度部署到了芬兰。好，这是北约近期在欧洲举行的这个联合军演，试图要提升盟军的空军司令部指挥以及控制能力。那么这个期间呢，美军的 F-35B 啊，就首次在这个芬兰进行了公路飞行训练。但是其实美国对北约的态度大家都非常明白啊，就是不断的在撤军嘛。好，那甚至这个赫格塞斯啊，他之前也批评了北约盟友，来听一下。And for too long, NATO has been a paper tiger and a one-way street. No more. The United States has defended Europe for generations. And the president said, all he said was that our jets would need to take off from bases in Europe or our ships from ports to strike targets in the Middle East. But too many of our allies said, no, it was shameful. I'm announcing today a 6-month Department of War review that will examine America's force posture and basing in Europe. 好，这就是美国对北约的态度。那么中东呢？后来看到了，不是美伊谈判谈得不错吗？结果现在瑞士证实了，说伊朗代表团出发之前临时踩刹车了。原本今天就是6月19号要举行的会谈，伊朗呢不会登场。那么白宫发言人呢，昨天也是以后勤安排困难为由，范斯也取消了原定在今天要出席这场谈判代表会谈的行程了。而且在这个去之前呢，范斯还特别警告小老弟以色列说别不知好歹。好，也因为以色列强烈不满美国跟伊朗这个签的量属备忘录嘛，那么范斯就喊话以色列啦。我们来听一下他是怎么说的。Donald J. Trump is the only head of state in the entire world who is sympathetic to the nation of Israel at this moment in time. Is that over the last 3 months, 2/3 of the defensive weapons that have protected your homeland have been built by American hands and paid for by American tax dollars. The problem for Israel is not Donald J. Trump. And anybody in Israel who thinks their biggest problem is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needs to wake up and smell the reality of the situation that country is in. 好，但是为什么以色列会批评这个谅解备忘录呢？就连彭博也说这个谅解备忘录真的不怎么样啊，还不如奥巴马的核协议。说川普第2任跟伊朗达成的初步和平协议，比奥巴马任内2015年的联合全面行动方案限制更少啊，所以最后呢是谈了个寂寞，打了个寂寞吗？好，但是美国纷纷跟盟友闹翻，但是中国却是静静的在发展自己的军事实力吗？我们来请教赖教授。我觉得大陆的解放军他们在面临美国的挑衅的时候啊，我觉得他们的作战意志是很高昂的，而且很坚定。也就是说，美国不要去以为中国大陆会胆怯。我觉得在这个部分里面，美国真的是不要开玩笑，因为大陆是随时可以跟你打起来的啊。所以美国自己如果说真的要一而再再而三的去测试说哪一天大陆会不会往后退一步让一步的话，我觉得美国这样做的话是很危险的事，而且呢很有可能中美在某一个地方或者某一个海域就突然间爆发小型的小规模的冲突。而当美国一旦挑衅到中国大陆大陆绝对不让的时候，那么看谁开第一枪。如果美国开第一枪的话，那大陆马上就开始反击了，而且是全面性的反击。但是如果美国不肯开第一枪，
而越来越逼近的话，坦白说，中国大陆的军舰是敢撞美国的军舰的，而美国的军舰基本上是不太敢撞大陆的军舰。我觉得这个每一次屡试不爽啊，所以每一次到最后都是美国的军舰转弯跑掉。那一次一次的丢脸，他们还要玩多久？我觉得这点是让我们觉得很匪夷所思，就是不太理解美国人到底在想什么啊。另外一个部分里面，就是我觉得美国对于乌克兰的战争，也就是俄乌的战争，按照目前的态势来看的话，美国的领导，川普领导的美国，越来越走向中立化了，也就是说。他在精神道义上支持这个乌克兰，支持欧洲啊，跟乌克兰并肩作战，但是美国完全不介入了。也就是说，我可以卖武器给你啊，因为你看到川普在感谢俄罗斯、感谢中国大陆的时候，他讲到感谢俄罗斯的时候，他说为什么我要感谢俄罗斯？因为在美国、以色列跟伊朗打仗的时候，俄罗斯并没有提供伊朗最先进的防卫性的武器。如果俄罗斯改变了它的中立，因为以俄罗斯跟伊朗的关系是如此的紧密，俄罗斯是有道义要提供武器给这个伊朗的，但是俄罗斯没有这样做，所以如果俄罗斯这样做的话，今天的战争就不会这样，美国跟以色列的伤亡将会更大，所以他感谢俄罗斯。同样的道理，那他要还给俄罗斯的就是，那我也不介入了，但是我做的比你还要多一点，我武器卖给乌克兰，但是我是用卖的，不是用无偿给的。换言之，也就是说，它区别了它跟拜登最大的不同。第一个，他不会给乌克兰钱；第二个，他不会送给乌克兰武器；第三个，他不会投向他的军事力量跟顾问在里面。也就是说，目前来讲，俄乌的战争就是由欧洲你自己来负责。那如果战争外溢了，也就是说，有一天，俄国跟乌克兰打到俄国他受不了了，假设他把战争外溢到欧洲，例如说到立陶宛或者波罗的海等这些国家的话，那是你欧洲要去处理的事，不是我美国要处理的。所以这个整个俄乌战争的责任区就划给了这个欧洲，所以他们就赞美欧洲，说你做得很好，你继续再做下去。那这个以后俄乌战争不关我的事了，我就不管了。另外，我觉得范斯讲的话是有道理的。为什么？因为美国没有欠以色列，是以色列欠美国。那你以色列既然欠我美国，你以色列对我美国的所作所为，如果还说三道四的话，那我会翻脸哦。这个就跟当时川普对泽连斯基翻脸一样，就是我没有欠你啊，是你欠我啊。你如果还指责我的话，那我就翻脸了，我就开始要骂你了，而且会骂得更凶的时候，你只能跟我说感谢，你只能跟我说感谢。后来那个泽连斯基就跑到美国去，谢谢你，谢谢你。那现在其实美国已经叫范斯警告以色列了，如果你再批评我，那我会翻脸，到时候就是你来跟我说感谢了。如果有一天啊，美国有某一个，例如说他的国防部长，或是这个卢比奥，或是范斯站出来说，你要跟美国人说谢谢，你要跟川普人说谢谢的时候，情况那就以色列就是另外一个乌克兰了。没有想到以色列竟然今天有这样子的地步啦。不过我们来看到了解放军发布了这个影片，是不是代表说他真的准备好了？如果擦枪走火的话，他们也准备要全面开战呢？小舰长，全面开战是不会，可是可能会造成例如说直接的打出这一个热焰弹，或者是直接拿这一个射控雷达，或者对着，然后或者是直接进行电子攻击啊，那这都是曾经发生过的事啊。那我们这样讲啊，现在美国的战略收缩已经成为一个事实了，也就是我们看到原来在川普第一任期的时候，也就是8年前，他把原来的太平洋司令部改成叫做印太司令部，也就是印度太平洋司令部。那现在又改回去了，为什么要改回去？也就是代表印度洋，对不起，印度他管不了。那至于说
常常讲到的印太战略的中心点，其实不是台湾，其实真正的是南海。我们又多久没有听到南海美军曾经进行这一个航行自由行动了呢？代表他们战略收缩。那战略收缩，真正我们要看的是对手，也就是解放军的部分，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潜舰啊。那我们看到说有关于它的2型潜舰。那这有一个是095，另外一个可能是无人载具啊。可是我们看到这个 Naval News 直接告诉我们，过去5年内，中国大陆已经下水约15到20艘的潜舰，而且包含了8个型号。那意思是什么？不同的型号代表不同的功能啊。那也就是说，我们想一想啊，我们一天到晚喊抗中保台，可是呢，我们5年之内是不是也只完成了1艘目前为止都一直交不了舰的海鲲呢？那我们来看啊，最近所看到的，在这个江南造船厂的，也就是在南边这个位置的，其实也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等于是没有帆罩，那个中国大陆称为围壳，可是我们台湾称之为叫做帆罩，就是像帆一样的罩子。那个罩子里面是什么呢？那也就是潜望镜啊，或者是雷达啊，那个电子的征收系统啊，等等等。那我们来看啊，这个是095的位置，它生产的位置是在这个我们讲到的渤海造船厂的这个部分啊。可是呢，大家095已经够吓人了。可是大家现在看到的是这个江南造船厂的这个照片呢。第一个，它使用 X 型舵啊，那跟有别于以前的十字型舵，那也就是它的转向更为灵活。那另外一个部分，也就代表它实际上是可以坐底的。那看到前面这边，也就是我们讲到的这个帆罩的部分是很小的。中国大陆对于这一些的研究，不是我做来试试看，其实他们是有实际上做推导的。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是中国大陆在欧洲的一个期刊上面，因为其实现在中国知网越来越难查阅论文了啊。那我们来看这一个我们讲叫做原级039的这一个潜舰呢，它上面这个帆罩凹凹凸凸的，大家以为它随便做，没有，它其实都是论证过的。可是我们这一次最主要看到的是什么？也就是这一艘在上海的这一艘，它上面有很多的通气管，而且是由货柜送进去的。意思是什么？它其实在进行暗气试车，暗气试车只有核动力才需要。所以我们现在来想想，当这一些装备不断的下水，不断的出厂的时候，那实际上来讲，那这也就是美国为什么要战略收缩的原因。没错，这个中国大陆的潜舰是一艘比一艘还要厉害不过我们来看到了，美国警告以色列，那以色列的媒体也批评这个美伊协议，所以现在两国的关系降至冰点了吗？请教严老师。美国不是以色列该批评这个美伊协议，因为这个美伊协议说老实话看起来真的是美国是败得一塌糊涂那以色列想说，我跟你打了这场仗，结果你单独跟伊朗签了这个，感觉上面我们白打了。可是问题是你以色列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明明你需要靠美国的协助，你才能够持续打下去。但是呢，美国希望你在黎巴嫩境内可以停了，你就是不停。然后你看他们达成协议再打就是打到让这个协议这个我们讲说这个就是备忘录吧，无法再签署下去。因为我觉得今天以色列就是特别是内塔尼亚胡，他只要你美国跟以色列、伊朗不能够谈下去，对他来讲还在战争当中，他下面的选情是有一些帮助的，所以他用个人的这个思考来面对这个问题。难怪范斯要骂人嘛，就是说我今天帮了你们这么多，结果请你停啊，你都不停，完全就是不受控制。那我觉得这个是这个以色列他也知道，这是唯一他可以拖延美国跟伊朗达成协议的方式，就是我继续搞黎巴嫩，因为伊朗第一条嘛，14条里头第一条就是讲黎巴嫩所以第一条没有达到共识，那下面就不要再谈下去了。所以这是以色列的问题。那我觉得刚才有提到，就是美国的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讲的这一些我觉得有点像类似
越战的时候，美国提出叫做越战越南化，Vietnamization of Vietnam War。那现在它叫乌战欧洲化，就是就是 Europeanization of Ukraine War， 就是这是你们欧洲的事情，即使包括俄罗斯跟乌克兰，你们都是欧洲国家，你们去处理。今天美国能够做的，你要买我武器，我卖你但是我不做援助了，我也不帮你了，那就是要脱手，然后你们由欧洲来负责。我觉得这个类似就是当美国一旦决定要离开一个战场，它就是譬如说阿富汗战争，有一阵子也讲阿富汗战争阿富汗化。你一听到这个你就知道他要拜拜了什么话然后他要离场的伊拉克战争伊拉克化，那就他要离开了。好。不过我们看到了，不仅仅是这个在战场上面美军啊有点谈不下去、打不下去了，在经济方面也是吗？4月外国增持的美债啊，日本增加最多，但是呢，我们来看到了中国的部位是2008年来的最低外国投资人4月购买了是大约有1030亿美元的美国长期证券，那持有的美债是小幅的增加啦，但是呢，日本还是最大的外国持有人但是其他的第3大外国持有人中国呢，它的持有部位减少了12亿美元，降到了6511亿，这已经是它连续3个月去减持美债了。好，那现在美国也促进财政部要联手 G7 去发动闪电战呐是要狙击北京吗？2名的美国跨党派参议员18日呼吁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要加强跟 G7 合作，一起来向中国施压，要求他们要解决为了获取商业优势而蓄意压低汇率的问题呼吁他们要把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但是呢，在金融战上面显然是有点难打的结果现在产业政策也崩了吗？来看到这个美国的官方不断的要抗中，要出口管制，结果呢反而是害到了自己人吗？美国商业部的负责国际贸易的副部长就说呢，这个华盛顿的产业政策失当批评美国领导层呢是长期监管缺位，放任本土产业持续衰退。那他虽然将这个产业失衡的问题是归咎于中方的贸易扭曲行为，但是他也更直白的抨击，就是你华盛顿长期都没做事，都袖手旁观，没有办法及时推出政策来扭转产业的一些颓势。到现在呢，他们也没有办法跟中国切割了吧？最明显的例子呢，就是这个无人机了之前才说要禁止中国大陆的无人机，结果现在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就宣布允许符合特定技术规格的中国制玩具无人机重新进入美国市场销售为先前全面限制外国无人机进口的改革出现松动，因为太多人在抗议了嘛，你美国的无人机没有中国的便宜好用好，那另外还有这个半导体的部分，彭博报道了说，卢特尼克之前在会议中就向这个ASML 的高层表示说，美方非常关切其极紫外光的这个微影设备的流向。那现在艾斯摩尔私下呢，也已经进入了危机应对模式了。到底有没有流入中国呢？甚至现在川普呢还擅自帮企业来发声。他在周4的时候说了什么呢？说苹果同意跟英特尔合作，在美国来设计与生产晶片。这样子呢，我们就可以强化美国的半导体供应链那也可以为英特尔来带来很多的大客户为他来背书。那马上市场就点燃了对英特尔的乐观情绪了，带动了股价大涨。不愧是川普投顾。但是呢，这个贴文可能是来得太早了，因为企业根本就还没有正式的对外揭露。知情人士就指出了部分英特尔高层其实事前根本就不知道川普要公布这项消息，对于川普的表态是感到非常的惊人的是代表什么？川普是非常的急吗？去中化到走火入魔了吗？真的非想要救股价吗？好，美国的内部鸡飞狗跳，而中国大陆呢，则是用它的科技实力去震惊全球。最近被震惊的是谁呢？是缅甸总统，他来到上海，结果惊呼连连。来看一下，没有相关的
或者相关的介绍的话，知道的给我们小，还蛮基本的，越联系他，然后把你的资料，因为你们这个发展区就滴滴卫星，所以我就看到了你们那个这边的发展。好，米昂兰去了好多地方啦，包括了去造访了什么宇树科技等等的啊，而且习近平呢也送给米昂兰一只什么华为新款的折叠机。好，这是之前呢他送给谁过？李在明小米手机之后，现在又送华为的手机了哈，可以看出来中方是展现了强烈的自信啊，跟美国相比，情况好像是比较好一点吗？我们请教赖教授。我觉得对于美债哈，因为大部分的国家对于美国的这个政府的破产的可能性是越来越高啊，然后对于美元的未来的发展，连巴菲特都亮出红灯了，都提出很大的一个警告。其实大家对于手上持有的美元越来越不放心，那有些国家的央行他们就干脆把美债卖掉，然后拿到了美元，再把美元去买黄金。然后搬到自己的国家去，这种情况事实上是很多嘛，所以我们也看到了黄金在前段时间涨得很高，现在当然有回落，但是事实上各国的央行在增持黄金来避险，我觉得这个都是发生的，特别是在这个美国跟伊朗的战争的期间内，油价的波动、物价的波动，还有美债、美元等等的这些不可控制的因素越来越高以后。各国都在做避险，现在对于美国来说，它真的是很忧虑的是，因为大陆似乎很明确的是有节奏的、有计划的，继续在抛持美债虽然有的时候速度快一点，有时候速度慢一点，有时候好像回购一点点，但是我们会看到它还是有节奏的，一直在卖掉，然后它越来越多的在买黄金，还是搬回自己的国内，然后让自己国家的黄金市场越来越强大，因为大陆确实有这个雄心壮志，想要打造全世界第3大的这个黄金市场。因为除了伦敦，除了纽约，那么也想在中国，也想在上海打造一个黄金市场。事实上是朝这个方向继续在走。那我觉得美国商务部的副部长他自己是官他自己是这么高的官，然后批评自己的国家的政策那但是我们更想要知道的是你的对策是什么？也就是说你有什么对策没有？也就是美国的制造业你如何让它真的有竞争力？因为川普他打的是贸易战，他用关税战，他采用这个方法想把这个产业拉回美国，或者是把美国的产业就整个再引导回来，或者是把外国的产业那么用强迫你到美国来投资，但是这1年多以来看起来他没有成功嘛，他没有成功，所以等于是川普确实有在努力的要做说把产业拉回美国的一个方法，但是政策因为药单开错了，所以政策也失败，然后产业也没有成长。那你这个商务部的副部长，那你想怎么做？你想怎么样让美国的这个企业有竞争力，然后让美国的企业的市占率更高一点？但是没有嘛，你没有嘛，你只是批评嘛，这就不对了。好，中国大陆的发展，其实我也在这个节目中不知道花了多少时间了。我们也一直在苦口婆心的就是说建议，希望台湾的年轻的孩子们多到大陆的科学园区、产业园区，包括到深圳啦，包括到杭州啦，甚至到上海啦，好多好多的地方多去看看。大陆的发展真的是已经是在全世界是属于顶尖的这一个行列里面了，所以不要一直认为大陆还是落后的。就我觉得这一点，你如果不更新，真的是很危险的事情。对，别当井底之蛙。我们休息一下，广告中马上回来。缅甸总统访中，这个感慨实在是太发达了。我们请教严老师。我觉得大陆当这种开发中国家、全球南方的，他们当然会看到大陆很先进的这些进步特别到杭州这个高科技的这个中心。那我觉得让他们看到这个是大概大陆安排行程。可是我们之前也提到，英国的驻大陆的大使去这个
梁家村啊、梁家河去这个陕北。那这个又是另外一种，就是明明知道这个地方是比较落后的，对，很偏僻但是呢，这是习近平曾经待过的。我觉得就是英国在抱习近平，对某种程度就是说我认同你。过去你知道，在二次大战期间，有美国那种亲共的记者会跑去陕北去窑洞去访问毛泽东啊，那种是亲左的嘛可是当美国跟大陆在对抗的时候，大概不会去把这种故事挖出来。可是现在看起来就会所以大陆就是两个，就是我可以给你最高的，然后我也可以给你让你知道我的出身是什么样子，我怎么走到现在。那我觉得缅甸看到大陆我觉得很多东南亚国家就想说，我们大陆几年以前根本二次大战结束，不见得比缅甸好多少，可是现在你看差那么多所以他们会去检讨。那另外就是我在讲说大陆那个美国就批评大陆那个就是在汇率在操纵。我要讲真话，大陆人民币现在升值不少。对我也觉得。如果真的要讲操纵应该是台湾。我觉得我们真的是被低估了我们的台币，你看我们的经济成长多高按照过去80年代那个时候，美国就已经要求你一路升值了。可是美国因为现在对台湾，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们跟他们还继续送钱过去，所以他没有要求真的讲起来，现在要真的被低估的是台币，真的可能被低估还有一个日元嘛。日元应该要升一点，日元太低了。那大陆人民币其实不算低，但是每一次只要有冲突，他们就拿这个出来说大陆是汇率操纵国，汇率操纵最厉害以前是台湾啦。好了，这个就是我们台湾自己内部的问题了。我们休息一下，广告中马上回来。你说是不是？你让。好多外国领导人到中国访问我们来请教小舰长。其实如果说我们看到缅甸总统敏昂莱来的话，他去这个香港去参观的话那其实他会看到另外一番景象。例如说，我们看到这是以前的跨运车，也就是所有的这一个货柜进来的时候呢，它都是用跨运车把它吊起来，然后进去堆放。可是我们现在到中国大陆我们看到的，无论是之前郑丽文主席去的洋山港，或者是青岛、厦门、天津的这些大港现在用的都是无人车，也就是完全它都是识别你的这一个货柜上面的这个条码，然后它直接的把你运到该去的地方。那不是只有跨运车而已，还有运输车。我们以前看到的运输车前面都是有一个人，就有一个人开着车的，但是现在都没有。那现在都没有，它怎么样充电呢？其实当它运到指定位置的时候，我们看到这里有一条，当它直接滑进这个位置的时候，它就已经开始充电了。所以我们讲到说这个是我们看到中国大陆的现在场景，可是对于很多国家来讲，这是未来的场景。那所以呢，我们讲说刚刚我们有一个观众说这个新能源车才是未来，的确是那敏昂莱其实这次来，他对于中国大陆呢有几个部分那一个部分也就是我们讲到的有关于缴漂的部分缴漂的部分，其实这是我们看到的缴漂港。那但是这个是有关于中国大陆有关于运油的，那这个是缴漂港本身那其实呢这些港都做好了，另外现在要想完成的也就是中缅铁路的第二部分，那也就是它直接从这个曼德勒一直到皎漂。那我们看到有关于中国大陆段，有关于这个